你不需要戀愛課程。所謂戀愛課程呢，如果我們講好聽一點，戀愛課程呢，就是教你讀懂戀愛之間的關係。講難聽一點啊，就是教你性需求去滿足。什麼意思？約炮咯。我這樣講比較極端一點，你可能會反駁說，啊，不是啊，戀愛課程是教我們如何搭訕、穿搭、如何接話等等這些內容啊。那我就會想問你啊，你不能做自己嗎？你不需要包裝啊，你不需要假裝啊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我們會想要裝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們今天要追求一個異性，我就要裝的溫柔，裝的紳士嗎？課程啊，或者書籍講啊，要體貼浪漫啊，要有成功的開場白啊，見面絕對不能做的事啊。當你遇到他回這句的時候，你要怎麼樣有5種回答的方法啊，然後甚至傳給 AI 啊去對應怎麼做這樣子。坦白說，我以前啊在找對象的時候，還真的會去想這些東西啊，什麼你要幫女生，什麼讓女生走裡面啊，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呢？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用，但是當你如果很單純的以為我做 A 就會得 B， 這個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你怎麼會相信會有人際公式這種東西？人是最複雜的動物了，並不是數學公式啊。我們在找對象的時候，其實變因可以歸為2類，我就很單純分2類就好了。第一個類型是可以用錢跟系統去快速解決的問題，主要是外在問題，比如說你的穿搭、你的儀容、你的髮型，你應該怎麼穿等等，這些你可以花錢花錢就是去打扮自己。我覺得你也不用找什麼穿搭大師，怎麼做呢？你只要上網去查看女生喜歡的男生的穿搭基本上是什麼風格，然後你花一點錢去買幾套衣服，自己再試着去穿搭，甚至你臉皮厚一點，問店員你覺得我應該要怎麼穿，然後問理髮師我應該要剪什麼髮型，拿雜誌的某些你覺得不錯的樣板去詢問，看到你附近身旁不錯的帥哥朋友他們的打扮，這只是花錢的問題，其實是很容易解決的。第2類的問題是需要時間跟緣分累積的本質的問題，比如說你的成熟度在哪裡啊？可能是戀愛成熟度，或者是做人啊人生的成熟度，還有你可能一直遇到不对的人。你可能會想，对啊，戀愛課程不就是講這些東西嗎？而且這些人能夠將戀愛轉化成一個系統知識去教學，本質上應該是好事啊。是的，是好事。我不會想要去批評這些賣課的人，會想要提醒你的是，你信這些東西花1萬到10萬不等的價錢，你相信花了這錢就可以告別單身，你這本質上就是一種偷懶的心態。如果我們去上一個課要花好幾萬塊，而且學的都是你免費就可以獲得的心理學的東西，我還是建議你把錢跟資源都花在前面這個外在因素。畢竟呢，你要找對象談戀愛，很多人還是看外在，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。接下來我給你看一個表，如果你有興趣呢，你可以按暫停看一下。我直接告訴你總結，就是不管你是找交友軟體，不管你是找婚友社，不管你是找網絡聯誼、專業媒合等等等，你去參加這些東西，它的失敗率是70%，所以你還相信這些課程可以幫助你100%找到你的結婚伴侶嘛？所以成功率只有30%，這個跟打棒球不就很像？打擊率有30%就算是強棒。你要知道，談戀愛這件事情本來失敗率就超高的。那你可能會問我，那我不上課我還能做什麼？我就是找不到對象啊，我外在也做啦，我很想要找對象，不然我的年紀一直在上漲，尤其女生可能過了35還沒找到對象，非常焦慮，或者男生過了40還不結婚，家長也很焦慮。我建議你真的想要找對象的人，你需要做的不是上那些課，你也自認把自己外在已經打扮到了一個 OK 的程度了，那你需要的就不断的嘗試，像學走路，我們不斷的跌倒，不斷的站起來，我們可以不懂得怎麼樣跟人家相處，但是我們就在這些過程呢，透過實際的情況去學習，你會發現有時候你再怎麼努力，你就是追不到一個對象，這其實有的時候根本不是你做錯了什麼，而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幾率跟頻率的問題。你有些人你就跟他永遠都不對盤，有些人你就是很喜歡他，可他再怎樣就不喜歡你。然後有的時候你不用做什麼，那個人就你怎麼做他都好喜歡你，你一直交不到，有可能就是剛好都頻率沒對到而已。然後呢，如果說你今天找到一個對象，他跟你說你真的是一個好人啊，就是我就沒有那麼喜歡嘛。如果我很喜歡的話，你就是我的菜，根本那些都不是問題。我會像個花痴一樣，眼睛都是愛心跟着你，不是嗎？不要單一的去寄望那些課程，你需要做的是多認識異性，多去參與可以接觸到異性的活動。我覺得應該
把這個觀點呢，我很想找對象沒錯，但是應該要把它拉回到自己的身上，多去參加不是那麼明確就是要脫單的那種活動。例如說我去參加一個什麼路跑啊，騎腳踏車啊，參加營隊啊，去參加登山社啊，打高爾夫球啊等等。你不是為了去找對象，而是你是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，去拓展你的人際的機會，把重點放在體驗人生、體驗生活，而不是重點都擺在我要找對象。目的我們不要那麼強烈，放寬心。把時間拉長，愛情呢，它沒有 SOP， 沒有你先做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啊，制約他啊，連續10天打電話給他，在這一天故意不打給他，看會不會打給我，沒有那麼多的系統知識。你要回歸到生活的本質，就是去體驗人生這個過程，就是會讓你跌倒，體驗你跟這些異性，哇，我講這句話，他就再也不理我了。講一個我自己真實的故事，曾經參加過一個聯誼，這個聯誼的比例大概是15個男生，15個女生，換桌嘛，然後聊天吃飯啊，然後就一直不斷換桌聊聊。然後那個時候，當這個活動最後有一個環節，每個人呢要在卡片上呢寫你心儀的那個對象的號碼，可能例如說可以寫個5個，然後寫，主辦人會統計你是3號，你被這5個女生寫中嘍，來這5個女生的號碼。所以每個人都會知道有誰寫你。最後的結果就是呢，我同時在那個場合下，居然有8個女生都寫我，是全場最高就對。然後呢，有一個我又很心儀，就當初看對眼的那個對象也寫我，我也寫他，所以很順理成章呢，我們在聯誼結束之後沒有多久，我們就約去吃飯，大概隔不到2、3天吧，彼此也很熱絡。然後吃完飯之後呢，就各自就回家了。這個女生就再也沒有理我過了。直接封鎖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說錯了什麼話，也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，但是就回到這件事，不要自責，不要覺得為什麼，而且這種事情你就想嘛，人生茫茫人海中，怎麼樣去找到一個能跟你走一生的對象，這是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對於戀愛課程有什麼樣的看法。那再次聲明，我不是要去斷人財路，而是我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，讓大家去討論跟思考。謝謝收看。